各位朋友，你吃虾的时候挑虾线吗？嗨，大家好，我是石宇，我们今天继续布拉卡蔚蓝档案，又到了大家期待看，我也期待写的深挖蔚蓝档案游戏内容的角色剧情考察系列了。既然是角色剧情考察，那么自然关于游戏中的强度与性能是一个字儿都不会提的。但是请不要担心，即使是强度党，看了本期节目也会由于加深了对角色的理解，从而迸发出更加强烈的欲望，然后激发出斗志，让你的总力战快那么几秒结束战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期的主角明明是主线剧情中出现了的主要角色，明明他出场的那个主线剧情还恰恰是蔚蓝档案优秀剧情的代表，那个跌宕起伏、百转千回、柳暗花明、尔虞我诈、惊心动魄、成语罗列、有完没完、快进正题的一颠条约篇。明明他仅凭一个小动作就避免了那个女人的黑化，间接的拯救了整个3-1学园，本质上是个普通的好孩子，但是他却和主线剧情又没有什么太深的关联，以至于本期都不需要剧透注意。在那个女人出场之前，他稳坐3-1学院的 Pixiv 投稿数首位，至今也霸占着整个蔚蓝档案角色本子数的前茅。而且他还很贴心，因为只有在这一期写他的节目的稿子的时候，我根本就不需要自己想荤段子，他自带的荤段子就已经超标了。他与同属补课部的另外一位粉毛一起，当仁不让的成为了蔚蓝档案的官方荤段子担当，使得这个游戏面对当初宣传的健康向上、经营通透的学园 RPG 的相反方向上一路狂奔。他就是人形自走荤段子制造机的闷骚版本，补课部中唯一的那个笨蛋下江小春。从外貌上来看，小春和大多数3-1学院的学生一样，长着天使一样的翅膀。在以基督教为原型、人尽皆知的3-1学院，这一点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特征，但它却是很少见的头上也生出一对翅膀的设定。这个在目前还算稀有物种。去年年底出版的官方设定集中也有着小春的人设图，头部的翅膀也可以像后背的翅膀一样开合，从而达到遮住脸的效果。这么一看还是挺可爱的。小春本来就是个怕生认生的孩子，也许在设定的时候，这个用来捂脸的翅膀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也说不定。另一个大家都能一眼注意到的特点，就是他胸口的这个黑色十字，不可名状的玩意儿。即使是有官方设定集在手，这个十字线是什么材质，意味着什么，是贴身的还是装饰品，等等等等设定，全部都是谜，官方一句话都没有解释。据我所知，某些教师同仁爱图心切，为了弄清这条迷之黑线到底通向何方，竟然走向了邪道。明知官方消息没有，他们居然去寻求奇怪的创作内容和小道消息来解答心中的疑惑。对此，我只想说一句话：支持！把握好学生的身体状况是教师工作的一部分请大家再接再厉。再问大家一句，各位吃虾的时候挑虾线吗？小春原本属于正义实现委员会，负责保管没收品。3-1学院的校规应该是比较正常的那一种，因此没收上来的玩意儿总归还是有点问题的，至少不至于像 Red Winter 那样，就算是黑屁一句学生会长就会被肃清。在所有有问题的玩意儿中，浸染时间一久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本子者呼呼嘿嘿，小春也就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本子里面的形状。最近2周年活动，日服运营推出了秋叶原寻宝活动，要找出16个角色看板藏在整个秋叶原地区的店铺里面。小春也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看板，而这个小春看板的所在地，就是美容 Books 的秋叶原1号店。挑美容 Books 还不够，居然还恰恰就挑在了美容 Books 的地下1层，也就是真真正正的
卖的黄本旁边。这个美容 Books 的门店它可是不止一层的，地下1层才是R18。明明有很多可以放的地方，但是小村就被放到了地下1层。它的看板正对着的就是花花绿绿迷人眼的幻想箱，这个已经不是暗示，已经是明示了。不过小春想必也很开心吧？一定是这样的。我说运营是故意的，也不是没有依据。大家看看小春他升级技能的时候所需要的材料，一个是那个迷之形状的直轮另外一个是本子，绝对是故意的。我有理由相信运营刻意安排这些，因为你看他的本子和小春的看板就知道这绝对不是巧合，这就是所谓的超越了合理怀疑，有罪。小春的妄想能力也是十分了得，在座的诸君恐怕也是相形见绌。游戏中不管是好感度剧情还是主线剧情，体现这一点的也不少了，各位狼师请自行去体会。毕竟在这里把各位迟早要看的或者早就已经看过的剧情再说一遍，来浪费各位时间的这种事儿本频道也不是很爱干。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本频道就是个以蔚蓝档案为出发点，整个泛二次元领域无所不包的谈天说地的这么一个不可名状的，如果喜欢可以点一个订阅的频道罢了。对不起，我实在很想试试中途强行插入的感觉，所以刚刚就强行插入了一下，请大家谅解。我们现在回到正题，我们还是只挑小春牌妄想中最小春的那一个来跟大家进行简单的介绍。让我们从游戏外我们的日本同行们发布的感想和评论中用心感受一下小春的强大。在光轮大祭的时候，小春听说他的参赛项目是塔玛伊雷，就直接拒绝出场，然后弃权了。这里我们又要开启解说模式。首先，光轮大祭它其实就是运动会，它的名字 NETA 的是奥林匹克就是奥运会，以及学生们头上的光环，那个光环叫做 KO。然后呢，奥运会在日本实际上叫做5轮很形象，就是5个轮，所以是这样而来的。但是比赛项目其实是日本的小学趣味运动会里面的常见项目。如果实在还是没有概念的老师，建议看一看这个本子。从本子学剧情反而感觉更说不清楚了。不过这不重要。其次，再解释一下这些项目的名称和内容。首先，塔玛伊雷，塔玛它写作玉，所有球体的东西日语都可以叫做塔玛，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中间一个球篮，大家往里面投球的竞技项目。只不过所有球体都能叫塔玛，那么这个玩意儿它也可以叫塔玛。然后小春就弃权了。但再怎么说，这联想的真的有点远了吧？该说不愧是小春嘛。我们看看当时弃权的消息刚刚放出时，老师们的反应。小春实在是过于小春了，以至于日本蔚蓝档案圈中产生了数个小春相关的梗。上面其实就出现了一个是 A 达西，这个很好理解是小春的那一句名言，每句话首个发音拼接而成的。H なのはダメ、しけ。我学不像，您还是自个儿听一遍。いいわけないでしょ。H なのはダメ、しけ。另一个是口哈论。这个解释起来就有些麻烦。首先，日语的动词分3种，除去一种非常不规则的以外，绝大多数属于前2种，一种叫做1段动词，一种叫做5段动词。虽然是这2种，但是它们都是以元音乌结尾。我给大家举出了例子：吃喝玩乐，以及另外一个大家和吃喝玩乐一样重要的人生总是要经历的事情。看看这5个动词，它们不是以 lu 结尾，就是以乌段结尾，乌元音结尾，说明日语的动词它就是这样的规律。所以即使人造出来的这种类似于第5个这种人造出来的动词，依旧也要以 lu 结尾。
或者撸结尾。然后小春的名字也是以撸结尾的，所以单单读这个名字的话，是有那一种动词的语感在。同时坏掉了，比如各位在本子里看到的小坏掉了，就是和口哈鲁的发音很相似，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表达：他妈口哈鲁，有着一层大脑要坏掉了的原本意义的同时，又有着大脑要小春了的感觉。这个就请大家自行体会语言的美妙了。下面再来看看小春的大招，国际服翻译叫做神圣手榴弹，这个实在不怪翻译者，而是原梗太难搞。神圣的圣也就是 sei， 在日语里和性的发音是一模一样的。更加过分的是，你看日服并没有用圣这个汉字，如果真的想表达完完全全的神圣的这个意思的话，那么应该是像这样写成汉字才对。日服还故意把这个圣用假名来写，假名还不够，还故意用的是片假名，是想突出什么呢？就像好端端的句子里出现注音或者拼音一样，那不言而喻啊。仅仅有这些依旧是不够，官方还在各种各样的小角落里继续插入着他们对小春的所谓刻板印象的刻画。我们来看一看小春的 pick up 的时候，它的标题。这个标题其实改编自一句日语的俗语或者叫成语，而这个日语的成语就是我们谁都知道的中文成语的转变。我来说一下它的原来的读法，叫做古きを訪ねて新しきを知る，然后写成这个样子。好了，只要会读汉字的大家肯定就知道，它其实就是我们人尽皆知的温故知新啊。只不过呢，小春的 pick up 的标题把这个温故知新的故给改成了另外一个字儿，然后把这个知新的新给改成了正确、正义、正当，所以就变成了温淫而知正，大概是这么个感觉。这个就比较直白了哈，也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但是这个文字游戏它真的不是随便就找这么一个俗语来瞎玩白玩。小春的人物设定上来说，他是一个闷骚型的角色，明明自己在背地里边看着这么多的小黄本，但是就是不想承认，所以在被发现他小黄本的时候啊，比如说他在开大的时候，他会喊啊，这是没收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说啊，这个所谓温淫而知正，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小春的一种借口啊，我是要看这些坏东西，我才能好好的避免这些东西啊，就像什么我吸了毒之后，我才会戒毒嘛，我才知道毒品有多么威力大嘛，这种感觉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成语的选择啊，也是相当的用心的。最后又到了说文解字的姓名算命环节了，我们看看小春的姓名，首先从名字开始说起。我们都知道日本也是使用汉字的，很多时候汉字来写明明是完全一样的词汇，日语和汉语则是完全不同的意思。比如老婆这个词，日语里呢是老太太、年老的女性的意思。万一您要是不知道，见到一个您推的角色就喊我老婆我老婆，人家一听觉着您在骂人家老呢，这个就有点不合适。再比如女儿，日语里是小女孩的意思，一般来说上了高中就不能叫女儿了。万一您这也不知道，对着 Coco 就喊女儿等等。Coco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挺合适的，不管是汉语还是日语都是女儿，没事喊吧喊吧喊吧。各位狼师兼鬼父们，喊喊没关系。介绍这个呀，只是想唤起大家的注意，毕竟同字同义的现象还是更多的，在日语和汉语的词汇中啊，占70%。在小春身上就是如此，它是属于同字同义的这一部分。春这个字在汉语中的隐藏含义，大家都知道的，在日语中呢，其实是完全一样的。比如麦春、白熏这个词，日语中也有，意思和汉语一模一样。那么现在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它要叫小春，不叫小夏、小秋、小冬。不过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当然没有，重头戏还是在它的姓氏上。夏江小春，夏江是个实际存在的姓氏，全日本有1800人。
和幽香的早赖这个姓一样，是一个稀有姓氏。为什么偏偏挑这个姓安在小春头上呢？这期都已经讲到这里，大家想必也能猜到了，小春的一切都往一个地方想就对了，那就是荤段子。没错，日语的荤段子叫做喜猫内他，喜猫是下，内他就是梗啊、内容啊的意思。这个内他有着很广泛的含义啊，比如你一个手握寿司，上面的那个部分也叫做内他。顺带一提，下边的这个醋米饭啊，叫做舍利，来源于佛教的舍利子。毕竟日本人很喜欢吃白米饭，直到近几十年以前啊，白米饭都是很珍贵的，所以叫舍利。所以内他这个词就是指实质性的东西，比方说寿司，它上边的那个鱼肉也好，什么东西也好，是实质性的，或者相声也好，搞笑的段子中那个负责搞笑的那一部分都可以叫内他。所以喜猫内他就是荤段子。小春名字第二个字江，我读一下你就知道了，这个江读作 a，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词读作 a 喽，就这么简单。所以啊，小春姓下江仅仅是取荤段子的前一半的荤的部分，以及 a 喽的 a 的部分拼在一块儿，又荤又 a 喽，就变成了喜猫 a， 这么得来的而已。下江不是个不存在的姓氏，但同样的，它也不是个常见姓氏。其实，在蔚蓝档案中，比起那些生造出来的虚构姓氏，现实世界的日本中存在却不常用的姓氏，才是被采用为学生姓氏之中的大多数。这些姓氏却都大多和学生的设定相关，就像本期刚刚介绍的小春的姓氏一样。在这里啊，我其实想要吹一波这个游戏的用心程度。因为大家想一想，你姓一个山本，姓一个铃木，姓一个佐藤，它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很常见，很土鳖。你姓一个凤凰院、观音坂、我孙子，很少见，很时髦，但是很不明所以。恰恰是小春他姓下江，爱丽丝他姓天童，星野他姓小鸟游，真纪他姓小图，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真正存在，但是在游戏中又能被再次解释的姓氏。这才是恰到好处，这才让人拍案叫绝呀！而寻找这些姓氏，并且安排在各个角色身上，才是最下功夫、下心思的。这个游戏中下心思的地方很多很多，姓名只是其中一个。如果只有作者下了心思，但是没有人感受到的话，也是很可惜的事情。也因此，就算多出一个玩家看了我的节目之后，能够发现这些小功夫、小心思，能够会心一笑，和作者产生相隔时空的交流和共鸣的话，那么我做这些努力也是值得的。这也是我继续制作这个系列的根本动力之一了。终于今天接近尾声，今天的全部内容啊，一句话总结来说，就是可爱的好孩子小春是个笨蛋闷骚色胚。但说句真心话啊，我其实是很尊敬小春的，以及另外一位补课部的粉毛，因为做一个纯粹的、没有混入不纯物的、真真正正的、表里如一的坦荡的闷骚或者明骚，是很难做到的，很伟大的事情。我真的自愧不如啊，我还是太在意这个尘世的眼光了，因此我也要努力直面自己的欲望，向这虚伪的世间展示一个真实的自我。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探监事件。看守大哥，今天伙食有水煮大虾呀，不错啊，能不能给我一根牙签啊？我想挑一下虾线。